这部韩国限制级电影绝对会震碎你的三观，面前这一切欢愉景象都与这个女人息息相关。影片中有很多让你流鼻血的精彩画面，有兴趣的兄弟可以去看看这部韩国限制级没有被爱过的女人的原片，回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我有没有骗各位。波涛汹涌的海面上，一位白衣女子依靠在甲板上，手中握着的是心中唯一的念想，正看得出神时，不料海风肆虐，女儿的照片也随风而去，这是她最后的念想。于是弯腰想去捡照片，而就在这时，突然被人拉了回来。这名小伙名叫小智，是位刚毕业的大学生。看着这番光景，还以为女人想寻短见，便下意识地出手相救。而就是这个举动，让两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，传到岸了。两人随后各奔东西，而这个忧郁的女人却并不是岛上的住客。这个女人名叫秀雅，伴侣的抛弃和女儿的离世，让她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。于是她来到了岛上的旅馆里，准备靠出卖身体度过余生。老鸨看到有如此漂亮的女人，自然欣喜若狂。毕竟这个小岛上新面孔已经不多了，但秀雅不会想到，在这里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小智。原来早在游轮上，他的基友就挑好了地方，而小智压抑许久的欲望，就让他对漂亮的秀雅念念不忘。但面对小智的殷勤，他却是一副高冷的姿态，这让基友很是难堪。最终还是小智出面解了围，他看出了秀雅的冷漠，表示自己不会去强迫任何人。而秀雅已经微醺，可能是酒精上头的原因，秀雅还是与小智做起了看做的事。这里有十几分钟的镜头，一点都不好看，我们直接跳过。于是这一来二去之后，两人就渐渐的熟络起来。他们在海边漫步，在秀雅眼中，小智很纯粹，有着最原始的美好。看着那酷爱摄影的小智，秀雅也褪去了抑郁的神情。在海岸边，两人吹着海风，小智的手指被螃蟹夹伤，秀雅便亲切地帮他处理伤口。关系日渐亲密的两人彼此开始吐露心声。原来小智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，因为他经常喝酒闹事，而母亲就在他的阴影下离世了。而这番话让秀雅感同身受，于是借此时机，她向小智表白了。就是在这一刻，两人的命运就已经改变了。女神用自己的方式帮男人疗伤，随后两人开始了神秘的深入交流。这里又有几分钟的镜头少儿不宜，我们还是直接跳过。但男人不会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女人设计好的。对于小智来说，他把秀雅当作知心朋友和贴心的大姐姐，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，小智已经不知所措了，心里想：老子本来只是想找位性伴侣，降火聊聊天，没想到你却想长相厮守，长期来霸占老子的身体。姑娘为何要如此陷害我？跟小智的茫然不同，秀雅表示的异常的决绝。当她没得到明确答复后，便直接跳入海中，以此殉情。面对着这种场面，小智只好挺身而出，跳入海里救起了秀雅。经过一番救治后，秀雅也清楚了她内心的想法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想和自己共度余生，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可笑。自此事件后，小智便刻意躲着秀雅，但秀雅又怎会放弃？于是化好妆容，准备主动出击。而当他推开小智家门后，迎接的却是他的父亲老牛。他清楚，这就是小智口中那个耍酒疯的父亲。而当老牛看到如此漂亮的女人之后，也不免有些恍惚。但秀雅没做停留，便来到了小智的房间。面对他的突然闯入，让小智吓得不轻。而他并不想与这个女人有任何实质的关联，于是把秀雅带到野外，并郑重地告诉她，两人之间的感情是不可能的。而常年奔波在外的秀雅，只想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风港。但面对小智的决绝，这让他伤透了心。在他的内心里，小智拒绝他肯定是因为自己的身份。从此秀雅变得心灰意冷，每日都在借酒消愁，回忆着那些与小智欢愉的场景。这让他由爱转恨，开始决定给小智一些报复。他再次出击，而这一次故意看到小智离开后，才敲响了他家的房门。原来这次老牛才是他的目标。秀雅单刀直入，直接表明自己想要一个完整的家，无论是儿子还是老子给的都行。一开始老牛还是保持着克制，毕竟是自己儿子的炮友。但在秀雅强势的进攻下，作为成年人的老牛也知道他的意图，面对着送上门来到美人，于是便不再克制。这个小伙回到家后，就看到了两人炮火连天，正干得起劲儿，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现场直播？男主角正是自己的父亲，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这个女人的计谋。小智回家后看到这番光景，当场就阿西巴了，无法忍受的他和父亲扭打起来。但年轻的小伙怎会是他的对手？面对这一切，他甚至摔碎了家中唯一的合影。小智决定要和父亲恩断义绝。看到这番光景的秀雅开心的笑了。现在的秀雅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她现在面对客人也开始冷漠起来，但这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。之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找到老牛，老牛贴心的处理着伤口。对此秀雅一把抱着他，满含热泪的表示自己想要一个家。于是彻底沦陷的老牛拿着自己半生的积蓄将他赎回。从此这个漂泊半生的女人
有了稳定的居所。其实对老牛而言，秀雅不仅是自己发泄欲望的工具，还是为任劳任怨的保姆。他可以对秀雅做任何想做的事。而那次事件之后，小智就再也没回过家，而老牛也不许秀雅多问关于小智的一切。而这天，小智回来为母亲扫墓后，便回到了自己久违的家中。而这时，秀雅还在家中。小智质问他做这一切的缘由，而他却回答：“只是为你，为了见到我亲爱的小智，所以不惜用这种方式在家中住下。”但此时，小智怎么会相信这些鬼话？他也绝不可能与他再有任何瓜葛。如今的秀雅已经到了疯癫的边缘，于是又开始了以死相逼。小智再一次被迫拯救了他。而到医院检查完后，却被告诉秀雅已经怀孕了。她坚持着孩子是小智的，因为她一直算着时间。这下小智算是无路可逃，因为自己实在不忍一个生命被扼杀，最终还是答应了他逃离这里的想法。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时，老牛却出现了。面对这一切，他怒火中烧，小智被按倒在地上，无法动弹。就在这时，秀雅抡起酒瓶砸在他的头上，老牛当场昏迷过去。面对这一切，小智压抑几十年的怒火终于爆发，他亲自送走了害死母亲的凶手。随后，他们来到海上，合力将遗体抛弃。而此时的小智因为这接连的刺激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开始逼问秀雅为什么这么做。你开始不是一直都想殉情吗？随后便开始掐着秀雅的脖子。而在这慌乱之中，秀雅拿起一块石头砸向了他的脑袋，最终小智也淹没在海中。在这波涛汹涌的海面上，他兜兜转转的又回到了孤身一人。或许从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两个男人就没爱过他。故事到此结束。